其实我们每建一个区域的时候啊，当时它并不堵车，等建好了几期以后啊，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个人口一发展啊，这个地方好像还不堵车。想治理堵车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今天是堵不了的。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地图呢，现在人口已经15.7万了。昨天在结尾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呢，现在垃圾处理速度有点跟不上来了。也就是说，今天必须得为他们建设了。但是按照我们游戏的设定啊，这个垃圾处理厂它是有污染的，这个市民挨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生病。所以我选择这样一块区域。假如说开一条路口的话，来吧，就用一条4车道吧。这个位置反正也不打算让居民过来。留有一点点隔离带，但这个隔离带的话似乎好像不太够啊。打开这个垃圾的选项去看一下，你比如说垃圾处理厂、垃圾焚化炉，哎，这个污染的范围比较小。垃圾转运设施，这个建筑它只有一部分的噪音污染。我们按照这个位置啊，先这样放置，先来3个吧，3个应该够了。检查一下啊，它也是可以去收集垃圾的。你比如说收集垃圾中。哎，它不显示我们去往哪个居民区是吧？所以啊，这个垃圾车就可以先暂时不跟踪了。我去，怎么出动了这么多垃圾车呀？我们现在旁边是产生了多少垃圾？啊，这就挺好啊，每个建筑可以出动16辆垃圾车。但这个建筑它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它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刚才那个去垃圾处理厂收集垃圾的建筑给它建设了啊。先把它围到这儿。想一下，垃圾处理速度还是没有跟上来。这个垃圾处理厂呢，它比较大型一点。哇，把它放在这儿了以后，这个垃圾污染的范围有点太大了，还得把它靠近右边一点点，放在这儿。正好啊，旁边是一个火车站，火车站不怕污染。然后再检查一下，使用中的垃圾运输卡车0，供水不足，我们把水源帮它连接一下。然后上方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再增加几个污水处理的设备，正好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填空的作用。这样吧，从旁边去拉一根电线杆啊，我们拉在居民区里面，不用每个区域都为他们建造一个发电厂是吧 ？OK， 那么现在垃圾处理厂也正常运营了，就是它的垃圾车还没有出现，是因为我们这3个垃圾仓库呢，它现在已填满0%。不用管它啊，这个垃圾它出动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哇，浩浩荡荡的垃圾大队，这不能一直说垃圾啊，怎么感觉有点像骂人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得建设这个污水处理设备了。污水处理的话，比如说这个污水池子，它现在排水量每周29.76万，也有一定的工业污染。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旁边再增加几个水池子。每个水池子呢，每周可以增加10几万的排水量。哎，好像这个间距是不是有点不是太合适啊？挪在这儿，再为它们连接上水管。OK，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不造景的话，那么这个城市是可以正常运营的。等什么时候建筑不够用了，我们再继续去填满。如果说接着建造的话，我们每周的维护费用现在是一个负数啊，不太合理。然后如果说接着盖房子的话，我们城市现在没有住宅需求，商业工业都没有需求，把游戏先加速一下啊。然后我们趁着现在没有盖房子，可以先把这个马路呢想一下这个路网怎么样做的稍微合理一点。其实拉直线不是我的本意啊，但是很多粉丝希望我这样做啊，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们这样啊，顺着这个地形呢，先这样扯一根主干道，这是一条4车道。如果说以它为基准的话，我们想一下，左边的这条道路能不能和它连接？中间只是隔了一条铁路而已。从这儿可以先做一条隧道，然后以隧道的模式呢，先延长到这儿。越过了火车道以后啊，然后我们再让它出来，不影响啊。这条路正好在火车道的下方。OK。某些节点再抬高一下，就可以和左边去连接了。我们又一个新城区，这个地图在完结的时候，人口必须得到达几十万，要不然的话太丢人了。我稍微快一点啊！其实现在也不算规划马路，我们只是把这个道路给连接一下。
这个下方的路口呢，1、2、3、4、5、6格，1、2、3、4、5、6。突然发现上方的这个道路啊，没有隧道的选项，我们需要把它抬高，做一个桥梁，还得强制一个高架，要不然这个桥洞一会儿和我们的这个火车道有冲突啊。去试一下。甚至我们这个桥洞下方还可以再次的穿过一条道路，是吧？这火车现在可以顺利的经过啊。这几条道路连接了以后啊，我们右边的区域大体上的方向已经有了。那么我后期是可以加快一点的，我们抓紧时间把这里的道路给画好，然后快速增加人口啊。现在我们用3倍速度加速了这么长时间呢，终于有商业需求了，可以在这儿啊先规划一点，看一下没有划分区吧。没有划分区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盖游戏本体的建筑啊，这样的话可以增加的人口稍微多一点。另外，我们前期也规划了一些绿色都市 DLC 里面的一些写字楼，这些写字楼他们生产的一些商品啊，他们必须得卖给没有规划的普通高密度商业区，所以我们把这个商业区呢直接给它填满。现在就简单粗暴一点。啊，不对，不，吓我一跳！啊，这个房子盖的也太快了，我说。然后有的时候订阅了一些自定义的资产以后啊，它在建设的时候，它这个房子会随机的建起来，这是一个标码。多媒体销售中心，这个房子看起来挺有意思的。买连锁，我就不相信了，这个地方再把房子盖起来还会不堵车？我们已经把这个密度做到最极限化了。住宅区应该放在这格里才对啊，就这样来吧，也粗暴一点。OK， 这个位置现在终于也盖起来了。栗子树住宅区，我们没有规划分区的住宅区，在1级的时候可以入住9个家庭。这里的水源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建筑现在没有连接在一起，我们需要先暂时为它拉一根电线杆过去。我们可以先从中间拉在这儿。OK， 电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交通的话，这里距离我们的老城区越来越远了。而且这里的市民如果说想打工的话，他们可以去远方的这个写字楼。所以中间的位置为他们先慢慢留起来吧。现在游戏是3倍的一个速度，忙了几天了，人口现在才16万，翻的还不到2倍。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啊，这些房子现在都盖在山顶上是吧？然后呢，山下啊，在大概100多米的位置还有一条隧道，这个汽车从下方经过。哎，在现实里的话，好像这个不太容易实现啊。